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黄金市场深度解析。如果您是经验丰富的交易者，或者刚刚开始关注黄金、白银投资的新朋友，今天的视频都将为您提供一份全面而详尽的指南。我们将逐页解读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1月5日发布的最新每周市场监测报告，弄清当前金价的回调是机会还是风险，以及接下来我们应该关注什么。那么我们首先开门见山，点明本周报告的最核心观点。在经历了自1979年以来最强劲的年度表现之后，黄金价格在去年年底创下了历史新高后，出现了明显回调。报告明确指出，这一次回调更像是一次健康的盘整，其核心的上涨趋势并未改变。而近期委内瑞拉的地缘政治事件再次凸显了不稳定局势对黄金的驱动作用，这可能是理解本周乃至未来一段时间金价走势的关键钥匙。所以当前的市场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好，接下来我们深入报告，详细看看数据是怎么说的。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宋浩。请看报告的第2页，标题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委内瑞拉连锁反应。左侧的要点部分告诉我们，上周全球市场的基本面错综复杂，美国就业和房地产数据强劲，但美联储内部分歧加剧。欧元区的通胀放缓，但制造业萎靡，而中国制造业的活动反弹。印度的 PMI 却创下了2年来的新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特别是报告中提到的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成为了推动黄金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在202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得到了验证。现在我们看一下第2页右上角的图表，委内瑞拉的连锁反应。这张图非常直观地展示了每个月黄金的回报的驱动因素。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地缘政治风险的柱体在2025年下半年，尤其是第4季度，为黄金的月度回报贡献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这清晰地表明，市场避险情绪是推动金价创下历史新高的重要力量。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2页下方的大型条形图。这张图比较了各类资产周度变化和2025年财年的累计变化。关注黄金，我们可以看到黄金在上周下跌了 2.2%， 这是一个回调的信号。但请看浅蓝色的柱子，代表2025年财年的涨幅，黄金飙升了 67.4%， 旁边的白银更是惊人，年度涨幅高达 147.9%。当然，它本周的回调也更深，达到了 8.1%。这组数据说明，在经历了巨大的年度涨幅后，短期的获利了结和盘整是正常的。下面我们翻到第3页，标题是关于黄金的一切。左侧的本周回顾部分用数据证实了我们刚才的观察。报告指出，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黄金价格在2025年的最后一周下跌了 2%， 但2025年全年却以 67% 的惊人涨幅收官，这是自1979年以来最强劲的年度表现。报告认为，金价的回调可能与年底的投资组合再平衡以及获利了结有关。请看第3页右侧黄金市场头寸周度变化的图表。这张图显示了全球不同地区的黄金持仓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2月26日到1月2日，代表北美和欧洲的柱状图都出现了衰减，这意味着机构投资者在减持头寸，这与价格的回调完全吻合。下方的2张图表分别显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净多头头寸，同样也出现了下滑。这进一步印证了市场短期情绪的降温。为了获得更全面的市场背景，我们简单看一下第4页的上周回顾。这里总结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动态。美国方面，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政策制定者存在分歧，
就业市场强劲，同时地缘政治风险因委内瑞拉事件而升级。欧元区通胀放缓，而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数据则喜忧参半。这些复杂的宏观信息共同构成了当前黄金市场面临的外部环境。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本部分最重要的一张数据表，在报告的第7页，市场表现与仓位。这张表格是整个市场的仪表盘。我们来看黄金这一行，上周五收盘价为4353美元，周度变化为负的 2.17%， 而2025年财年累计变化为正的 67.41%。再看美元这一行，上周上涨了 0.41%。美元走强通常会对金价构成压力，同时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小幅上行。在头寸与流量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净多头持仓的比例为 18%， 这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水平。好的，看完了宏观数据，现在让我们从技术分析的角度看看黄金的图表告诉我们什么。请大家翻到第6页，黄金技术分析。这张图的标题就点明了观点，黄金目前似乎已经出现耗尽式的顶部，动能转向负面。这是一张黄金现货的周线图，我们可以看到，在12月底价格冲上4550美元的历史新高之后，出现了一根非常坚决的阴线，表明抛售压力巨大。报告中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叫 RSI 负背离。在图表下方的 RSI 指标区域已经用红色圆圈标示了出来。我们来为新朋友解释一下，负背离指的是虽然金价创新高，但衡量动能强弱的 RSI 指标却没有同步创出新高，这通常被视为上涨动能衰竭的信号，意味着市场可能迎来一波回调或盘整。报告基于此给出一个明确的支撑位和阻力位。关键的支撑位，第一个初步支撑位在4297美元，这是从10月底上涨以来 38% 的回撤位。如果这里跌破了，下一个更坚实的支撑区将是在55日均线附近，大约4185美元。关键的阻力位，上方的初步阻力位是在4474美元。如果能重新站在上方，才有可能再次挑战前期的高点4550美元。所以从技术的角度来看，短期内黄金进入盘整阶段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是被看作核心上升趋势当中一次暂时的停顿。为了让分析更加立体，我们来再看一下驱动黄金的另外2个核心因素。请看第12页的美元指数周线图和第13页的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周线图。简单来说，美元走弱利好黄金，实际收益率走低也利好黄金。目前美元指数正处于一个区间震荡之中，如果它持续受阻于99关口下方，将为黄金提供支撑。而美国10年期实际收益率正在测试 1.92% 这个关键的阻力位，如果无法有效突破，同样也会成为黄金价格的积极因素。最后我们回到第14页的关键技术数据图表，这张表总结了所有的关键信息。黄金的当前价格4332美元，远高于其55天移动平均线4185美元和200天移动平均线3626美元，这说明长期上升趋势依然完好。同时9周的 RSI 指标为 64.67， 处于一个健康的区间，并未进入超买区域。那么了解了现状，我们未来一周需要关注什么呢？请翻到报告的第5页，未来一周。这一页为我们规划好了这一周的交易日历，右侧的关注要点栏非常清晰。美国方面最重磅的数据无疑是周五公布的12月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新增8万人，失业率可能维持在 4.6% 的高位。此外，周三的 JOLTS 职位空缺数据也值得关注，
这些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降息的时间点预期。欧洲方面，周三将公布12月份的通胀初值，如果通胀数据持续下降，可能会增加欧洲央行降息的压力。亚洲方面，关注周三澳大利亚的 CPI 数据和中国的社会融资数据。总而言之，未来一周将是数据驱动的一周，特别是美国的就业数据将成为决定黄金短期方向的关键变量。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这次回调是买入黄金的好机会，还是认为价格会进一步下跌呢？欢迎您在下方的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的市场分析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